神灵的眼神微微一眯，一副神态自若的神色，看着不远处的盛康。毕竟他已经毫无悬念地成为了此次进入万兽之地最有机会的获得者。我告诉你，万兽之心只有我们神龙族才能有资格获得，而你们日后就成为我们神龙族的势力吧。要知道，在进入整个万兽之地的这些神兽族的神之天骄，任何一位的神兽，其中实力都比不上神龙族的神灵。在他的眼里，眼前的盛康只是在铁板上挣扎而已，要不了多久就能够将其彻底的打败，让他输得心服口服。真是如此吗？要试过才知道。不服气的盛康运转起体内的神力，强大无比的第一序列神巅峰的力量瞬间爆发，旋即疯狂地涌入天顶之中。此刻，盛康的气息比起之前的更加的强大起来，那股气息也直接震退了不远处一些看戏的序列神。感受到如此有威胁的强大力量，神灵的脸色也逐渐的凝重起来。这盛康的天赋也的确不比自己差上多少，如果再给他一些时间，必定会突破迈出准天位神的领域，日后也会成为神灵的绊脚石。毕竟自己如今乃是天位神之下的最强第一人，要是被这位天位神之下第二人给超越的话，他第一个不满意。所以他的心中已然有了一个狠厉的决定，那就是今日要将盛康彻底的抹杀。盛康，对不住了，万兽之心必须是我们神龙族的，今日你必须足。话音落下，神灵便是爆发出自己全部的力量。这一刻，他也不再隐藏，强大恐怖的气息瞬间笼罩这片天地，准天位神的力量也彻底的爆发出来。单从实力上，神灵就已经高于盛康一筹了。如果再加上72大神器排名第17名的吞，那么其实力更加的可怕无比，乃是已经无限接近于天位神的存在了。所以，就算盛康也同样拥有所谓的神器，恐怕也无法战胜现在全力以赴下的神灵。天顶崩的拳，体内所有的第一序列神的巅峰神力尽数灌入天顶中后，他的气息也瞬间低到了一个临界点。难道说这天顶连使用者的神力都给吸收了不成？低沉的喝声自神灵的喉咙间传出，在其前方的空间有着一道巨大的黑洞，黑洞的中央有着圆形的白色漩涡。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刚刚他将自己所有的神力都注入到了这天顶的神器上，然后天顶的属性就是吸收天地间的所有能量，凝聚在施展者的体内。在这一瞬间，盛康的力量则是突破到了准天位神的层次。万物吞。在这位女子身旁的还有一位男子，此男子长相普通，其实力也是一位极其强大的第一序列神。他闻言摇了摇头，眉头也是有着紧皱着道：怕是要输啊。所有从力量上，盛康已经达到了他的极限，能够与神灵一决高下。最终，盛康一拳挥出，体内的所有力量也随之顺着他的右手臂呼啸而出，瞬间一道极其恐怖的气息洞穿虚空，直至神灵的方向。而后者也同样眼神一冷，身上的杀意顿时间升腾而起。准天位神的力量也释放极致，将手中神器的力量彻底的施展到极致。画面一转，神龙族的另外2位神之天骄则是双手抱胸，一副神态自若的看着上空那恐怖的对决。哼，与你拼了！盛康脸色极为的凝重，他知道自己今日怕是真的会栽在这里了。不过就算如此，他也要与之对抗，就算是死也不会临阵逃脱，这就是他的原则。这2位乃是圣龙族除了盛康之外也是非常强大的神之天骄，因为神灵感觉到盛康现在的气息已经达到与他一样的层次，所以接下来就只能依靠着神器的力量才能抵御住对方如此恐怖的一记必杀招式。就在众人这般疑惑之时，盛康的双眼猛地一震，然后直勾勾地看着不远处的神灵，怒吼道：今日我便用我全部的实力来对抗你这位天位神之下的第一人。而这白色漩涡正是这道神器的核心，任何事物只要进入到了这白色漩涡中，都是能瞬间被瓦解。周围的黑洞拥有极其强大的吸扯之力，而那白色漩涡就是终结一切。在场上的所有神兽强者，他们眼露无比的震撼之意，不管是轻伤的还是重伤的，他们在这一刻仿佛都忘记了自己身上的疼痛，因为现在他们眼前的战斗场面乃是天位神之下最强之战，也算是很少遇见过的场面战斗，所以他们也完完全全的忘记了自己的立场，变成了所谓的观众来欣赏这一场激烈的对决。就在这4字落下之际，原本体内没有任何神力的盛康，此刻竟然有着比起之前更加强悍可怕的能量在他体内疯狂的游走。旋即，他们的脸上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仿佛他们已经看到了神灵击败盛康时的那种场面。当然，除了神龙族和圣龙族的几位神之天骄在为其担忧外，其余的神兽族强者皆是变成观众。康哥，能赢吗？此时说话的是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她身上的紧身铠甲虽然有着破损，但是也就是这样，将她的完美身材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虚空上，双方的神器力量皆是达到了极致，在相碰的瞬间，天地炸响，大地都开始疯狂地震颤起来。飞沙走石，恐怖的风暴席卷而开，可怕的能量冲击波一道接着一道的涟漪波动，缓缓地传荡开来。冲击波的所过之处，山崩地裂，直接将周围的山脉瞬间击为了平地。如此可怕的破坏力，除了实力达到准天位神，任何一位序列神强者皆是做不到这般恐怖的攻势。一方是可以吸收天地间所有的能量，
集于一身的强大攻势，一方是可以吞噬天地间所有万物的能量。至于究竟是哪一方战胜，谁也不知道。下方的众神兽强者也只能震撼地望着虚空上的对碰，他们的身影也被其中所爆发出来的冲击波给波及，一个不小心就被轰击出很远的距离。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虚空上的神气力量才渐渐地消散不见，方圆万里之内竟然都是无比的狼藉，山脉也被瞬间轰碎，无数岩石落在了地上，零零散散。在浓烟缓缓地散去后，众人的目光则是看到那里有2道身影，一道身影直接是躺在了地上，而另一道身影则是半跪在了地上，身上有着非常明显的伤势，鲜红的血液也是不断的流出，而且从这种情况断定，对方也是受了重伤，又是一口鲜血喷出，直接染红了自己的衣衫。看来今日我盛康终究是败在了你的手中，你的确很强。躺在地上的那道气息萎靡下来的，正是圣龙族的盛康。刚刚与神灵在最后神器的碰撞下，盛康很明显的是彻底的败了，并且他已经没有任何的余力可以再站起来与之对抗了。反之，虽然神灵也同样受了严重的伤势，但是他的气息虽然也弱了一丝，并没有和盛康那么萎靡，所以这一场对决是神龙族的神灵获胜，天位神之下的第一人，果然不出意外的能够有资格获得万兽之心。刚刚那如此恐怖的力量，已经让很多神兽族都失去了想要与神龙族对抗的勇气。康哥，随着2道声音由远到近，2道一男一女的身影便是出现在了盛康的身边，脸上露出担忧的神色。在看到此时的他流了那么多鲜血，以及身上如此严重的伤势，一股杀意瞬间在他们的一双眼眸中散发而出。真是该死的疯子们，快将他们全部杀了，一个不留。毕竟盛康乃是除了神灵之外最强之人，如今却被神灵逼入险境。神灵的身影率先爆掠而出，体内的神力旋转到极致，然后凝聚出一道巨大的红色手掌，散发出无比可怕的强大气息，对着圣龙族之人狠狠地拍下。不过就在众神兽强者以为圣龙族的这3位即将要陨落之际，在遥远的天际之上，炫白色的火海便是以极快的惊人速度滚滚涌来。神灵震惊地瞪大了眼睛，然后眼神中有着一丝惧意散发而出。一旦第一序列神自爆的话，那么其所产生的破坏力将会是能够达到极其惊人的程度，就算是拥有准天位神的神灵都得小心谨慎。神灵，你也不要得意，既然如此，我愿意以牺牲为代价。盛康双眼之中无比的通红，行为也是有些诡异起来。不仅是盛康，就连圣龙族的另外2位第一序列神也是如此。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神灵的脸色也是骤然巨变，因为他知道了对方要做什么，他们想要自爆。同样的3道炫白色的火苗进入了盛康3人的体内，虽然只是一道极其渺小的火苗，可是进入体内后，他们的身上传来一股极其舒适的感觉，并且刚刚还膨胀无比的身体也恢复了正常。见3人已经团结一致，神龙族之人也是冷冷一笑，他们此刻的眼神中透露出一抹目中无人姿态。盛康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一脸无奈道：好吧，既然劝不走你们，那么我们3人就算战死，也要将对方脱一层皮下来。或许是感受到了这一男一女的杀意，盛康极力地挤出一点声音出来道：你们快走，神灵击败了我，肯定不会放过你们的，你们先走啊。见到他们直接拒绝自己这个要求，盛康一口气差点吐不上来，旋即剧烈地咳嗽了几下，勉强地再次挤出了几个字道：我明白你们的苦衷，可是神灵那家伙的实力实在强得可怕，怕是除了天位神，没有任何一人可以与之对抗了。而盛康他们3人的神体已经开始膨胀起来，这就是自爆前的样子。这一次神灵一出手就是杀招，紧接着身后另外2位神龙族的神奇强者也一样施展出了自己最强的杀招，对准圣龙族的盛康3人毫不犹豫地攻击而去。现在则是有3位同时自爆的话，那威力简直可以毁天灭地，所以在他们3位自爆前就要将其阻止而下，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不行，要走一起走，让我们先走，肯定不会去做。那女子直接拒绝，旋即用极为坚定的语气道。随着他们的神体不断的膨胀，这一次他们已经是必死不疑了，他们也没有想要竟然会陨落在万兽之地，最后直接将神龙族的3道强大的攻势吞噬在了火海之中，任由炫白色的火焰将其不断的焚烧。所以至少你们能够回去的话，我也已经非常的欣慰了，不然我们3人都将会死在这里。说着，盛康便是强撑着自己最后的一口气站了起来，推了推他们的身体。康哥，我们也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既然对方想要置于我们死地，那么我们就与他们死拼到底。一旁站着的这位男子也露出一脸勇者无畏的色彩，虽然他们都知道自己抵不过对方，但也是去试一试。想脱我们一层皮下来，你们莫还以为自己有那个资本是吧？神灵擦拭了一下自己嘴角的血迹后，突然放出大笑声，仿佛在嘲笑他们究竟有没有可以让他们脱一层皮下来的实力。强大的3道攻势在虚空上犹如是陨石一般，直降他们的3人头顶上。这突然其来的一幕让得圣龙族之人有些不知所措，而且这股火海明明非常的炙热，
甚至可以将空气都给蒸发干净。而他们三人在这炫白色的火海中时，竟然丝毫没有感受到火焰的炙热气息。这股火海是什么？竟然能够抵御住我们三人的杀招。此时，神龙族的一位男子有些不解的道：“此火海很诡异，而且在这其中似乎有很强大的神火本源。”想到这里，神灵的面色再度一变，心中大惊起来。难道是神火？神火对于任何一位神祇都是有着极其之大的诱惑力，所以当看到这处虚空中可怕的火海时，神灵心中竟是有了一丝贪婪之意。不过旋即，他就想着自己即将面对的事情，难道说在万兽之地中还有什么强大的神奇强者不成？火海之中，除了圣龙族三人被包裹之外，还有3道身影，便是朝着众人的方向缓缓地走来。待着火海渐渐地散去后，天地间的温度也是恢复到了正常。虚空上竟是出现了3道身影，其中一道身影，他身穿黑色衣袍，在其后背上背着一把黑色锯齿，一双深邃的眼眸俯视而下，开始扫荡着这里的一切。而当这位黑袍男子的目光扫荡在下方的每一位神兽强者的脸上时，下方的一众神兽竟然有着忌惮之意。但是究竟为何忌惮这突然出现的黑袍男子，却不得而知。不过在黑袍男子的身边还有2道身影，这2道身影在场的所有众神兽强者皆是极为的熟悉，因为他们乃是万兽神界中3大神兽族之一祖龙族的神之天骄，祖逖和祖双双。他们是祖龙族之人。他们的一出现，身份就被认了出来，这就是神之天骄的知名度。除了萧炎有些陌生外，祖逖、祖双双他们是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确定了刚刚所出现的这3人是祖龙族之人后，神龙族之人刚刚还悬着的心都暗自松了一口气。特别是神灵，因为神灵刚刚与圣康的激烈对决下，虽然战胜了后者，可是自身也消耗了绝大部分的神力，所以如果出现的是实力与自己相当的神奇强者，那么对于神灵来说，无疑是对其极为不利。我倒是谁呢？原来是祖龙族的祖逖和双双2位神之天骄啊！怎么，你们也想找死吗？说到最后一几字的时候，神灵的语气却是阴沉了很多，似乎知晓了对方的身份是祖龙族之人后，他的脸上不再是忌惮，而是犹如看一只蝼蚁一般。毕竟在神灵的眼中，祖龙族比起圣龙族更加的弱小一些，所以就算祖逖和族双双的实力够强，可是面对神灵这等准天位神，他们还真的没有把握可以战胜的了。这位兄台，虽然你的实力很强，但是也不要这般口气吧。你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道理吧？回答神灵的不是祖逖和祖双双其中的任何一人，而是站在中间的黑袍男子。你又是谁？实力仅仅只是第2序列神而已，就敢在我面前叫嚣，怕你也是想要找死吧？神灵早就在刚刚那一瞬间就探查了他们3人的气息，除了祖逖和祖双双2人是第1序列神外，这黑袍男子的实力只是第2序列神，所以只有这点实力的人在其面前叫嚣的话，只有一个下场，那就是死。望着神灵那双充满杀意的眼神，萧炎并没有惧意，反而极为平淡地看着对方，并没有说什么，然后再转头看了看已经身受重伤的圣龙族的圣康，便是从那戒中取出了一枚仙品的高阶丹药丢了过去。这是一枚高阶的仙品丹药，服下后你的伤势将会加快痊愈。萧炎的声音很轻，但是传入他们耳朵中的时候则是极为的清晰。后者也没有拒绝，直接接下黑袍男子丢过来的丹药，第一时间就服了下去，便是悄然地旋转体内的神力，助力丹药的药效在体内快速的散发。这一系列昨晚之后，萧炎的目光再次看向神龙族之人，淡淡道：“谁找死还不一定呢，但是我敢打赌，死的人应该是你才对。”闻言，在场的所有神兽强者的目光皆是便是异常起来，带着一丝震惊之色的望着眼前的黑袍男子。在他们看来，对方的实力也只是第2序列神而已，为何会如此的自信？看来你不是脑子有问题，那就是找死。既然如此，我就成全你。神灵也准备不想与之废话，因为这万兽之必须是他们神龙族获得，其他神兽族就一边待着，包括圣龙族和祖龙族也是如此。虽然与圣龙族和祖龙族齐名，可是神龙族之人的眼中，他们才是最强的霸主神兽势力，所以他们的野心很大。这一次如果让其获得万兽之心的话，那么就算是圣龙族和祖龙族都无法再次与之抗衡，到时候神龙族就会成为真正的霸主神兽势力。杀了这些找死之人！一声令下后，神灵身后的2位第1序列神的强者便是对着萧炎他们暴冲而去，虚空上再度爆发出强大的气息。面对着对方率先攻来，萧炎不慌不忙，然后声音低沉道：“祖逖兄，你们2位对付其他2位，我来对付这天位神之下的最强第1人。”祖逖、祖双双当即点头，因为他们也知晓自己肯定不是神灵的对手，所以这里能够有着实力抗衡神灵的也只要萧炎了。毕竟萧炎的实力可不是表面上那般弱，真正战斗起来的话，如今就算对战准天位神都是有着一战之力。祖逖和祖双双2人此刻已经与神龙族的那2位实力相当之人已经激烈的战斗了一起，虚空中可怕的涟漪波动便是爆发而开。这就是第1序列神之前的战斗，如果在第2等级世界战斗的话，恐怕其空间都会被撕裂了，所以第1神之间的战斗也是不容小觑。真是有点意思，没想好不是祖逖那家伙与我战斗，而是你这第2神的实力。
看来他们想要你死得快啊！神灵的脑子里已经想好自己的对手是谁，结果现在也直接令其有些一惊。面对实力如此之人，他只需要一招就能够将其轰杀了。你废话还真是多，快出手吧，我还赶着夺取万兽之心呢。萧炎耸了耸肩，深邃的眼眸中涟漪出一道金色的光芒。或许在其他神兽强者眼里，萧炎依旧是那第二神实力，可在这一瞬间，神灵却感应到眼前的这位黑袍青年极其的不简单。就刚刚那眼中的金光，就让其感到一丝震撼。找死！神灵一声怒吼，杀意依旧遍布到了他的全身，体内的神力已经疯狂地凝聚到自己的手臂之上，对着萧炎方向狠狠地轰出强大的一拳。瞬间，一股可怕的神力便是凝聚出一道巨拳，洞穿虚空，很快便是出现在了萧炎的跟前。而萧炎依旧风纹不动，只不过萧炎体内也已经发生了变化，一道奇特的力量已经悄然地弥漫着他的全身。也就在这一瞬间，萧炎的气息竟是直接从第二序列神提升到了第一序列神巅峰的层次，这就是焚神九火中第一火的力量。强大的力量充斥着萧炎的体内，眼神一冷，也是对着眼前的一处空间一掌轰击。巨大的掌影便是与对方的巨拳硬生生地轰在了一起，巨大的冲击波直接横扫四方，所过之处顿时飞沙走石，可怕的风暴便是席卷而出。不少神兽强者也被这股冲击波所影响，身躯顿时被击退了数百米之远。他们都是瞪大了眼睛看着眼前的这一幕，这真是第二序列神的实力所能爆发出来的力量吗？不仅是众神兽强者极为的吃惊，就连圣龙族之人都感到吃惊起来。而且刚刚吃下萧炎给的丹药后，盛康的伤势也有着恢复一点。他睁开眼睛望着上空，那里的战斗竟是如此的激烈。而且刚刚那黑袍男子明明只是第二神的实力，为何现在有着能够抗衡神灵的强大力量？此人究竟是什么人？盛康的心中也是一连串的疑惑。什么时候万兽神界中出了这么一位强大的神奇强者了？上空的爆破声再度响彻了几下后，两道身影皆是后退了一段距离。神灵的面色极其的难看起来。虽然刚刚的那一击中并没有施展出10成的力量，可是却能够足以抹杀一名第二序列神。但现在为何眼前的这位黑袍男子依旧是完好无损，并且刚刚的对碰下竟是不分上下？这是什么情况？竟然抵挡住了我的一击！神灵有些不解的道：什么情况你自己不清楚吗？这说明我的实力可不是第二序列神。萧炎的此话一出，在场的所有神兽强者的眼瞳都微微的一缩。难道说这位黑袍男子还隐藏了真正的实力？在他们再次去感知萧炎气息的时候，确实惊人的发现其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息早已不是所谓的第二神，而是第一神巅峰。如此强大的力量，也难怪可以与之神灵抗衡。不过抗衡归抗衡，想要击败这名天位神之下的第一人是不太现实。第一序列神巅峰吗？你莫要以为这样的实力就能够击败我。虽然刚刚与盛康的战斗消耗了我一些神力，不过想要借此击败我，那么去劝你还是放弃这样的念想。神灵的实力乃是准天位神，虽然不是货真价实的天位神，可是第一序列神巅峰与准天位神相比，则是有着非常大的差距。所以在神灵看来，只要不是准天位神的实力，一切的结局都已经注定，是吗？那接下来我这一招，不知道你能否还是觉得我没有那实力？说完，萧炎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然后对着神灵的方位快若闪现般的直冲而去。不过见到萧炎朝着自己掠来时，也并没有凝聚什么强大的招式。难道对方想直接靠着自身的神体力量？就在神灵心里这么想着的时候，萧炎的金眸中有着一道黄色的火光逐渐成型，然后距离后者还有10米范围时，那双金眸中竟是瞬间爆发出了极其刺眼的黄色光芒，直接将神灵彻底的笼罩在其中。而此刻神灵的身躯竟是异样的停滞了一下，丝毫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并且在如此刺眼的黄色光芒下，他的视线也是看不到四周的一切，仿佛失明了一般。就算是灵魂的感应也无法探知周围的一切，像是被彻底的断绝了四周所有的联系。而下方的众神兽强者则是一脸的吃惊，包括圣龙族之人也是如此。他们看到那神灵似乎没有任何的动作，只是悬浮在半空一动不动，并且表情都有些呆滞。此刻只有萧炎知晓为何神灵会没有动作，那是因为刚刚那一道黄色光芒便是三昧神火中的一道神火神技暮光之火。只要被暮光之火击中，那么对方将会彻底的断绝四周的所有联系。所以就是在这一刻，是萧炎反击的最佳时机。双手之上2道火焰徐徐上升，然后在众神兽强者那震惊无比的目光之下，2道火焰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诞生出一道炫白色的火莲花，散发出一股毁灭的波动。那是什么？他竟然融合了2道火焰，这怎么可能？就在众神兽强者觉得这都不可能的时候，萧炎屈指一弹，身前的神怒火莲便是直接贴在了还在被暮光之火所影响的神灵身上。瞬间，在萧炎的操控下，这朵炫白色的火莲花便是在其胸前彻底的爆炸了开来，一道震耳欲聋的声响彻底的响了起来。虚空上以爆炸点为中心，数道可怕的涟漪波动便是席卷开去，空间都被炸得出现了裂缝，并且多处空间已是扭曲的姿态。这仅仅只是2回合，这位黑袍男子的招式竟然都是如此的恐怖霸道，就连神灵都在其中吃了瘪。随着神怒火莲的爆炸能量渐渐的散去后，
所有神兽强者的目光定睛一看，一道狼狈的身影直接倒射而出，重重地摔在了地面之上，并且被砸出了一个巨大的深坑。深坑中，神灵的表情格外的扭曲与狰狞，因为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在对方的几招之下败得如此彻底，而且怎么败的还不知道。刚刚他只知道自己的眼前突然变得非常的刺眼，然后就不知道后面的事情了。待着他再恢复过来的时候，他就已经被对方打出了伤势，一口鲜血再也忍不住的狂喷了出来。神灵捂住胸口，浓浓的杀意已经弥漫开来，因为自己乃是一名准天位神，不可能会败给一位序列神。你刚刚所施展的是什么手段？不过在神灵反击前，也需要了解一下对方的诡异攻势，不然那的话，等下又是出其不意的施展，那么自己又会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之下被对方所攻击。